秋娘，兄弟，坚持住，孩子的头已经出来了。生了，是个女娃子。沈暖一惊，这是她发出的声音吗？怎么跟个婴儿似的？啊，不对，她不是死了吗？我这个乖孙女啊，长得可真俊，白白嫩嫩的，一点都不像刚从娘胎里出来的孩子。小侄女的确很惹人爱呀，外面的老少爷们都等得着急了。我这就去把大嫂生了个女娃的好消息告诉他们。娇娘啊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力气给孩子喂奶啊？娘，我有力气给孩子喂奶的。这孩子乖巧，从怀孕到现在都没有让我受多大的罪，我并不觉得很累。魏氏怀孕8个月的时候就有奶了，这会奶水很足，沈暖羞羞答答的拼命的吸吮，没多久就不自觉的睡了过去。刚入睡，意识就进入了一间堆放着各种物资的白屋里。沈暖一愣，这不是他的空间吗？眼前的空间正是他前世的那个空间，物资都是他在末世收集的，其中有一大部分都是种植物的种子。他一直有一个愿望，那便是建造属于自己的小农场。沈暖正想查看自己有没有神力，却忽然感觉到不舒服。他猛地睁开眼，没憋住，尿了。沈暖好无语呀！我闺女睡醒了啊，闺女，我是你爹爹，快看看爹爹，爹爹是不是长得很英俊？大哥，你少自恋了，你长得跟黑炭似的，跟英俊搭不上边。滚犊子的！你就是嫉妒我得了个闺女。换完尿布，沈家人就全凑到沈暖的面前，挨个做自我介绍。不管沈暖是否能听得懂，沈家人嘴里依旧乐滋滋的说个不停。沈暖仔细的听着，很快就弄明白了，他的这个新家也姓沈，爹娘在他睡着的时候还给他取了个名字，也叫沈暖。沈家是10里8村有名的阳盛阴衰，爷爷奶奶生了4个儿子，儿子们各自成婚之后生的也都是儿子。他爹沈东是大房，有2个儿子，分别是大哥沈博12岁，二哥沈学10岁。他二叔叫沈南，二婶是刘氏，育有3个儿子，分别是3哥沈多也是10岁，小二哥2个月，4哥沈才8岁，6哥沈宇6岁。他三叔叫沈西，三婶是孙氏，育有2个儿子，5哥沈琪8岁，8哥沈昂4岁。四叔沈北和4婶蒋氏只育有了7哥沈轩1个儿子，7哥也是6岁，小6哥3个月。她是沈家盼了30多年的女娃，名副其实的团宠。乖孙女啊，你原本啊还需半个月才出生的，可却提前了，还选在了这样恶劣的天气，一出生啊就雪停天暖了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啊，你是个福星，是特地提前降生来给我们送福气的。连续5日的暖阳让积雪在快速的融化，溪水哗哗的流淌着。瞅着积雪融化的差不多了，沈老头把人都聚在堂屋里，商量着上山打猎的事儿。沈家这边还未商量好，村长就来了。村长名为周成。今年家家都缺粮食啊，好不容易天晴了，大伙就都想上山打猎，为家里多储备一些粮食。但外围的猎物太少了，若真想猎到足够的猎物，那就得进入深山里了。那深山不是常人能进的呀，稍有不注意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哦，我呢是这么想的，咱们兰花村呢要团结起来，各家都出一些人，一起上山去打猎。一群人一起进山呢会更安全，打来的猎物按人头分。你是咱们兰花村打猎最厉害的高手，我想请你当这次猎户队的领头人，由你来安排所有打猎的事宜。哦，谁敢不听你的话，你可以随时让他滚蛋啊！安全问题呢，不用你操心，他们自己的安全让他们自己负责，你只需负责带头打猎就好。我会写一份生死状，让跟随你进山的乡亲们按手印，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哦，沈东啊，我是在征求你的意见，不是强制性的让你当这个领头人。若是你不答应，我也不会勉强。周叔啊，你别着急，我没说不答应，我愿意当这个领头人。我们家也正打算进山打猎，都已经商量好了，让阿东他们4兄弟前去。本
本来还挺担心他们4兄弟的安危的，你这会儿如此一安排，我反而安心了。沈老哥，记得20年前呢，你也带过乡亲们进山打猎，那时候的你呀，可威风了啊！沈东他像你，我的儿子可不得像我吗？沈老哥教子有方啊，那就这么说好了，不许反悔啊！不反悔，老弟尽管去安排，明早卯时出发。翌日卯时，一群人来了沈家，见人都到齐了，沈东一声号令，全体朝着苍梧山出发。屋里，沈暖吃饱之后，就睁着黑葡萄似的眼睛，直勾勾地看着卫士。你个小丫头，一直盯着娘做什么啊？你是不是也在担心你爹和叔叔们？娘也是很担心呀。你爹他们上山都是为了我们，所以呀，娘的暖暖，咱们必须牢记你爹他们的好。这种平凡的生活虽说艰苦了些，可和那些尔虞我诈、提心吊胆的生活相比，我宁愿就这样过下去。沈暖立马伸长了耳朵，娘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像是个有故事的人。老大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，好多的猎物啊！爹娘，我们今天走大运了，一上山就看到了野兔，抓野兔的时候找到了兔窝，还被野猪攻击。今天不用进深山了，这么多的猎物够吃好长一段时间了。我们这会儿要去周叔那里，把猎物好好的统计统计，再分一分。你们俩老好好待在家里，等我们把肉带回家，顺便告诉我媳妇儿和闺女，我平安回来了，没受伤。说完都不给二老反应的机会，就风风火火地朝前走了。身后的众人忙哈哈大笑地跟上，见爹娘被惊得反应不过来，沈南扭头对刘氏说了声：“你回家帮着爹娘做晚饭，顺便给他们解释解释，分猎物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了。几个孩子都跟上，一会儿帮忙拿东西。”这苍梧山的猎物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居然一窝蜂地跑了出来，野兔、野鸡、野猪，满山都是。大哥他们上山之后都不用怎么找，就抓了好多的猎物，有些猎物啊，还跟喝醉了似的，咻咻咻的往我们的怀里跳呢。二老一阵蒙圈，这怎么听着怎么这么邪乎呢？真是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娘，我在想，今天的好事儿，指不定是暖暖带给我们全村的福气。打他一出生啊，所有的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就像您说的，暖暖是个小福星。他越说越激动。不行，我忍不住了，我要去看一眼我们家的暖暖。暖暖宝贝小侄女，你的二婶来了。二婶，你说的这些也太玄乎了吧？难不成老天爷真的听到我的祈祷了？如果真的是我的原因，那就让野味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。保佑来年大丰收，保佑家人平平安安。周村长是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沈东一行人上山不到1天就收获巨大，院子里堆放的如小山一般的猎物，差点闪瞎他的眼。待沈东一行人拿着分到的猎物，风风火火地回到家的时候，天已经彻底的黑了。爹娘，村长和乡亲们说，这次打猎属我们4兄弟功劳最大，硬是猜着多分了我们5只野兔、6只野鸡、20斤野猪肉、10斤狍子肉。我们推脱不要，他们都不干。不，也不是所有人都不干。曹家人就不想多分一些给我们，不仅不想多分，还想让我们家少分一些，说我们4兄弟都是能干的，可以再去打猎。他们家没一个会打猎的人，应当多分一些给他们家。我呸！不是玩意儿的东西，没出息还有理了。这家人一开口，就立马遭到村长和乡亲们的破骂，然后落荒而逃的逃回家里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曹家这是狗改不了吃屎，成天只想着占人便宜，欠收拾。他们家欠收拾也不是1、2天了，别提那些晦气玩意儿，赶紧把这些猎物都给处理处理吧。沈东忙完事儿回到房间的时候，卫士和沈暖都已经睡熟了。有你们，真是我的亲生之幸，我会好好保护你们娘俩的。第2天，沈东等人再次上山，想再碰碰运气。运气是有的，但是并不多。忙活了一整天，只猎到了2、3只野兔。灶房里堆满了食物，
酒量不荒的沈老太心情倍好。村口的积雪已经不等到了，明日你们2个陪你们的媳妇走一趟岳家，给他们送一些食物过去，顺道告诉他们我们家添女娃了，请他们来吃满月席。他的4个儿媳，大儿媳魏氏是大儿子买来的，忘记了以前的事情；四儿媳蒋氏是4儿子捡来的，2个人都没有娘家，只有孙氏和刘氏有娘家。刘氏呢是隔壁村刘家村人士，孙氏乃是桃树村人士，住得稍远一些。暖阳高照，沈家举办了满月席。娇娘，娘吃好了，来唤你出去。沈老太笑着推门走进来，看到倒在地上的魏氏，吓了一大跳。娇娘，你怎么了？我孙女呢？暖暖，不好了，快来人呐！娇娘出事了，我孙女不见了。却在这时，有2个人满脸着急地跑进了沈家。大爷大娘们，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娘？她趁着我们不注意从家里跑出来了，我们到处找不到人呢。村民们认出了这2个人，是曹家的曹文和曹王氏。村民们立刻惊叫了起来。什么？曹晨是那个疯婆子跑出来了？该不会就是他把沈东的闺女给偷走的吧？大家会如此想，是因为曹家和沈家一直不对付。曹晨是年轻的时候看上了沈老头，奈何沈老头看不上他，娶了曹晨氏的死对头杨云，也就是如今的沈老太。那个疯婆子胆敢伤害我孙女，我扒了她的皮。我看到曹家的疯婆子往苍梧山跑去了，往那边跑的。死丫头醒了，醒了好，醒着被野兽咬碎才更舒服。这个疯婆子是谁啊？哼，沈家的人都该死，都是贱人，你也该死，还福娃，我呸！你就是个贼星，听到了吗？死丫头，你是个贼星，贼星就该死无全尸。这时候，身后有异响传来，曹晨氏的身形一僵，一转头，竟然见到了一头白狼。还未等他反应过来，那狼就凶猛地扑了过来。惨叫声在林子中回荡，落入了正在山林里寻人的沈老头一行人的耳中。在那边。他们立刻循声而去，沈暖的身边多了一个小男孩。方才白狼咬断曹晨氏一臂，曹晨氏奋力逃走，白狼去追人，小男孩就忽然出现了。你也我一样是人吗？原来是个会说话的崽，并不是纯正的小野人啊。对呀，我和你一样也是人啊。小朋友，你是谁啊？小男孩没听懂，但觉得小奶音的声音很好听。继续，哇！哇哇个屁呀！你丫戳疼我了，轻点儿。白狼冲着男孩低吼了一声，男孩皱眉道：“有人来了。”白狼点头：“你也来的。”沈暖没看懂白狼表达的意思，却听懂了男孩的话。有人来了吗？是谁？是爹爹他们吗？不管是谁，先哭了再说。很快，沈东一行人就被哭声吸引过来了。沈东一行人还未反应过来，一群狼就从四面八方而来，将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。糟糕，这白狼是故意包围到此处，好将我们包围，一举歼灭他。沈东道：“大家冷静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暖暖，闺女。我闺女果然还活着，你是谁？居然有这么小的孩子？他从哪里来的？看情况，他好像是跟白狼一伙的，是个狼娃子呀。小孩，这头白狼是你的吗？你别害怕，我们不是坏人。她是我的女儿，是你救了她吗？谢谢你，你可以把我的女儿还给我吗？白狼驮着男孩离开。闺女，对不起，爹来晚了，让你受惊了。以后爹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。我孙女儿已经找到了，趁着天还没黑，咱们赶紧离开这儿。狼群虽然已经散了，但难保他们还会再回来，他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才行。死了没啊？哼，他是被狼咬的。这疯婆子差点害我们葬身狼口。不对，他不是疯子，他是装疯。
在山里的时候，他还试图哄骗我们说我孙女死了，结果我孙女压根没死。他这所作所为看似疯癫，实际上一点都不疯。他一直在盯着我沈家，想让我沈家不得安生。沈大伯说的没错，疯婆子就是装疯的。若不是因为那个小男孩，我们全都被这个老妖婆给害死了。村长，这次的事儿，我们沈家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现在就要带着曹陈氏去曹家讨个说法，还请你跟我走一趟，为我们沈家主持公道。你不说，我也会和你一起去的。曹陈氏的事儿必须严格处理。你们先抱着暖暖回家，给老大媳妇报个平安。曹家的事儿交给我们这些男人来处理。行，交给你们去处理，我们先回家。知道沈家的小闺女被自家的疯子娘偷走之后，曹文就提心吊胆个不停，带着妻儿全部蜷缩在家里不敢出门。忽然屋外传来了动静，声音还挺大的。他们来了，相公，怎么办呢？我们会不会被打死啊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们干不出杀人的事儿，一个小丫头片子而已，死了就死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是我娘害了他，又不是我们害的，关我们什么事？砰的一声，大门被推开了。杀人是犯法的，沈东，你别冲动啊！杀个屁！老子什么时候说杀你？老子是要带你去见你娘！看到曹陈氏的惨样，曹文发出了惊恐的惨叫。你们杀了我娘！闭嘴！别鬼吼鬼叫的！你娘没死，你娘身上的伤是被野兽咬的。别说你娘没死，就算是死了，那也是死有余辜。我女儿虽然已经找回来了，但却因为你娘受到了很大的惊吓。你娘做出这种事情天理不容，你身为儿子没有管好你娘，必须付出代价。一直等到亥时3刻，也就是现在的晚上9点45分，沈老头一行人才回来，手里还持着一些鸡鸭。进屋看到沈老太等人还没睡，沈老头就将曹家的事儿说了一遍。曹陈氏失血过多死了，曹文知道他们家有错在先，再加上曹陈氏的伤不是我们造成的，所以没敢报官，把家底掏空赔给我们家。除了这几只鸡鸭，还有3两银子、2块旱地和2亩良田。听到曹陈氏这个祸害总算是死了，沈老太长松了一口气。半夜的时候，沈暖忽然感觉到了什么，猛地一睁开眼，就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。黑暗中他看不清那身影的模样，却能感觉出这小身影就是那个小男孩。小男孩站在屋里，见沈暖睁开眼睛看着自己，他咧嘴露出了一个笑容，掏出了一样东西摆在了沈暖的旁边，然后爬窗跳了出去。沈暖很懵，这小家伙居然从深山里出来了，来了啥也没说又走了，神出鬼没的吓死个人啊！天明，沈老头看到了床上的东西，啊的叫出了声。好大的灵芝啊！哪来的灵芝啊？之后每隔半个月左右，小男孩就会来一次。今夜沈暖和阿老一屋，阿老都睡熟了，他却睡不着了。算算时间，那小孩已经有3个多月没来找他了，是出意外死在山里头了。正想着的时候，沈暖目光一转，看到窗口那里有道小身影娴熟地爬了进来。你好久没有来找我了，为什么？小男孩没说话，脱了兽皮衣，露出自己的右手臂，上面也有一道狰狞的疤痕。这是在告诉沈暖，他受伤了，所以没法出山。沈暖看了很心疼。小男孩虽然有山野求生的本领，有狼群保护，但他人太小了。山里除了狼，还有各种凶猛的野兽，危险横生。他在山里的日子很不好过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沈家上下沸腾了，一大清早的，家里的大人小孩们全部聚在阿老的房间门口，只因阿老的房间里突然多出了个小野人。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家？他似乎很害怕我们，也没什么恶意。说话小点声，别吓着他了。他可是暖暖的救命恩人呢。卫士看了看小男孩，小男孩没穿鞋，露出的脚上不只有许多的疤痕，还有不少的新伤。孩子，我问你，你有家人吗？你想给我的女儿当哥哥吗？小男孩用力点头。这么小的孩子，若是一直待在深山里，指不定哪天就发生意外没了。那灵芝要真是他送给暖暖的，我们欠他的就很多了，收养他也是应该的。反正就是多一张嘴的事情，我们家又不是养不起。小娘，咱们收养他。我们同意你留下来当暖暖的哥哥了。以后啊，
我就是你的娘，你就是我的儿。沈暖目光一转，看到小男孩脖子上戴着一个东西。沈东拿起来仔细一瞧，发现是一块很脏的翠绿玉佩。卫士将玉佩洗干净之后，一眼就看出此玉价值不菲。看着小男孩的目光变得复杂起来。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？我的。卫士见问不出什么来，就不再多问了。玉佩也许是你的家人留给你的，上面有个风字，这也许是你的名字。我们本来还在想给你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，现在不用想了，就用这个风字吧。以后啊，你就叫沈风。沈东闻言点头。沈风，这个名字不错。沈风是沈风，不是神风。哦，沈风。冬去春来，转眼2年过去。哇，快点，哇，快点！一会四哥他们就得找来了。暖暖，这次种的是什么树苗啊？这是苹果树苗。苹果？这可是贡品呢。四叔说这是天子才能吃的东西，是从龙源国引进来的。我知道是贡品啊，就因为是贡品我吃不到，所以我才要自己种的。3岁的他告别了口齿不清，说话特别轻快。沈风是真服了沈暖，从去年开始，他总会拉着他瞒着大人悄悄地上山，在山里种各种各样的东西，然后再想办法缠着大人带他上山发现这些东西，让大人们移栽到地里去。走，趁着四哥他们还未找来，我们去看看上次种的蓝莓树怎么样了。2人很快从山里出来了，白狼则待在山里守着那些树苗。暖暖，你又不听话乱跑了，说过了多少次了，这里距离家太远，不能来这边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害我们找得着急死了。妹妹，要是大伯知道你又来这里，回去我们会被大伯打的。哥哥们不说，我爹不会知道的。对不起四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不小心迷路了。九哥见我不见了就来找我，然后我们2个就一起迷路了。每次都是这个借口，你们2个一起迷路，哼，就不能换点新花样啊？从山上下来，刚到家门口，沈暖就看到他爹从大门出来。爹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这会儿正在洗手准备吃饭了。我一进家不见你们，就打算去山上找找。刚出门你们就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今天收获如何？买了多少野菜？1背篓的野菜，苦蒜、麻纸线、蕨菜、香椿都有。哎呀，居然还有我最喜欢吃的香椿，今晚有口福了。我女儿真棒，这么小就能和哥哥们一起帮着家里干活了。娘，有人落水了！大人们全部围到了那人的身边，那人昏昏沉沉地从地上坐了起来，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人。大兄弟啊，你从哪里来啊？怎么会掉水里啊？你的头没事吧？哎呦，还在流血呢，需不需要我们去帮你找个大夫啊？抬起头来，冲着沈暖可怜兮兮地喊：真真，别走，不要丢下爹爹，快呀，你把我的女儿还给我！这个大兄弟在喊谁啊？暖暖？他为什么喊暖暖叫真真？还说暖暖是他的女儿？这个人不会是拍花子装傻来骗小孩的吧？还我真真，真真不要爹爹了，我不活了，真真，你不要走，爹爹给你做好吃的，爹爹很厉害的。这里是哪里啊？他哭着哭着就忽然迷糊了起来，茫然地看着四周。你们都是谁啊？我又是谁？真真，爹的头好痛，爹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娘，这个叔叔好像把脑子撞坏了，认错了人，把我当成了他的女儿了。很快，村里的其他人被男人的哭声喊来了，一看到他们，男人就哇哇惊恐大叫：救命！救命！情绪太过激动，晕了过去。
我们可什么都没做，是他自己晕倒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人到了我们村里，还受了伤，咱们看起来就不能不管，免得死在这儿。他家人找过来赖到咱们身上，到时候有理都说不清了。先把人带到我家去，把刘大夫请来看看。兰花村没有大夫，只有刘家村有。落水的男人经过刘大夫的包扎之后就醒了，醒来就鬼喊鬼叫的到处找女儿。珍珍，你在哪里啊？不要丢下爹，爹保证乖乖的。你们把女儿还给我，你们要什么我给你们什么，求你们把女儿还给我，珍珍。男人闹出的动静越来越大，他跑到了一户人家的灶屋，拿了菜刀出来乱砍。珍珍，珍珍！喊着喊着就崩溃的大哭2声。你们把我的女儿到哪里去了？快把人交出来，否则我杀了她！你快把我儿子放开！我们根本不认识你女儿，你的女儿不在这里，你快放开！叔叔，请你不要伤害小虎哥哥。珍珍，爹终于找到你了。他们都是坏人，他们欺负你。他们不是坏人，他们是好人，他们没有欺负你，也不会欺负你的。叔叔，你先把小虎哥哥放开，好不好？小虎是谁？就是你抓着的这个人，他是小虎哥哥，他是好人。叔叔，你把菜刀放下好不好？菜刀很危险，我害怕。男人立马把菜刀丢到地上，看到男人手里没有菜刀了，乡亲们就要上前抓人。哥哥姐姐、叔叔婶婶们，请你们不要冲动，不要伤害叔叔，让我和叔叔说几句话好不好？暖暖，你和他有什么好说的？他就是个疯子。暖暖，你走开一点，让我们先把他抓了，免得他又发疯。暖暖，别多想了，那个叔叔被丢出了村子也好，他毕竟不是我们村的，他的家人说不定啊，现在就在找他呢。出了村子，他应该会自己寻路回家。我们回家继续吃饭吧，折腾了这么一会儿，饭菜都该凉了。只是他有预感，那个男人应该不会轻易离开兰花村。你女儿不在我们村子，暖暖也不是你的女儿，我们更不是坏人。这次就暂且放过你，你赶紧离开，以后别再来我们村子了。男人的力气都被折腾完了，这会趴在地上喘着粗气，怎么都爬不起来。珍珍，我的女儿。馒头说那边的山脚有个陌生人。馒头是白狼的名字，这也是沈暖后来才知道。沈风也不知道白狼为什么会用这么一个好吃的名字，他自打有记忆起就喊白狼为馒头了。陌生人，我们去看看。沈暖二人跟着白狼来到了地方，见到他说的那个人，那人晕倒在地，浑身冰冷，是白天的那个怪叔叔。沈暖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个医疗箱，为男人进行清创消毒治疗，重新包扎并打了一针。看到医疗箱，沈风丝毫不觉得意外，他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了。秀哥，他得一会儿才能醒来，我们在这陪他一会吧。他拍了拍身旁的石头，你坐过来，咱俩靠拢取暖，馒头也过来。1刻钟之后，男人醒了，一睁眼就看到了一条白狼和2个小孩，他被白狼吓了一跳，刚想大叫，不许叫！不要打我，我不叫了，我乖乖。叔叔，我们不打你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是谁？长得真好看。沈暖挑眉，哟呵，这是不认识他了。男人比白天的时候更傻了，他不记得自己是谁，不记得自己从哪里来，行为举止看着像个4、5岁的小孩。你白天的时候把乡亲们都给吓着了，他们很生气，所以是不会让你留下来的。你来路不明，也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我也不想留你在村里。我是好人，我不是坏人，我道歉，我认错，你不要丢下我。什么叫做不要丢下你啊？你该不会是想跟着暖暖吧？你别想了，暖暖只是一个小孩子，是不能收留你的。男人一脸无助地哭着，像个无家可归的孩子。你若想有个容身之处也可以，但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。第2天，昨天那个疯子又回来了。对不起，我昨天不是故意的，请你们原谅，我错了，请你们原谅。态度很诚恳，声音透着一股憨气。沈东皱眉道：他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疯子，这一点都不疯啊。
大兄弟，你快起来！你干什么要这样？男人声音憨厚的道：“我坏，我昨天欺负人，他们都生气了，我不要被赶出去，我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行了，你别道歉了，我们不生你气了，你赶紧走吧。我不知道要去哪里，我头好疼。你是想赖在我们村里啊？我可不敢收留你。我也不敢。我也是。男人诺诺的道：“不收，不收。”他说着说着就白眼一翻晕了过去。哎呀，怎么又晕了？赶紧的，先把人抬进我家，把刘大夫请来。沈东道，嘴上说着不收留，但到最后乡亲们还是没把男人丢出村子，还帮着请了大夫。暂且让他留下来吧，以前我走庙的时候也没少得人恩惠，就当结个善缘，过几日看看他家人会不会找来，到时候再把人还回去。叔叔，我爷爷答应收留你了，你要说谢谢哦。谢谢爷爷，谢谢爷爷。别喊我爷爷，我不是你爷爷，喊我叔叔就行。好的，爷爷叔。怪叔叔留下来了，因为不记得是谁，沈家人就叫他胖叔，因为他长得有点胖。村里做豆腐的张二婶子家要办喜事，正玩闹的时候，哎呦，不好了！赵德海摔伤了手，拿不起大勺子，做不了菜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明天就得办喜宴了，从哪里去找一个厨子呀？大锅菜不是谁都会做的，会做也没有赵德海做的好吃啊。今天只是请村里帮忙的人吃饭，随便应付一下都可以。但明天是正经，新郎新娘两家的亲戚都会来，做不好丢面子，还会得罪人呢。张二婶子一家愁得不行。秋哥，你看到胖叔没有？张二婶子家在院子里面搭了2个临时灶台，是用来做办喜宴的菜的。胖叔寻味找了过来，他看着地上的食材，有种很熟悉的感觉。张二婶子一家和乡亲们还在商量着找厨子的事儿，忽然闻到了一股香味儿。厨子没来，是谁在做菜？不知道，我们都在这里啊。该不会是哪个小娃在胡来吧？赶紧去看看。住手！那些菜不是给你玩的，赶紧把锅放下。爷爷奶奶、叔叔婶婶们，你们不要着急，胖叔没有糟蹋食材，他在做菜。你们看，他做菜的样子可麻利了。乡亲们定睛一看，惊讶地发现，这回的胖叔的确和之前判若两人。说他之前是丢了3魂7魄的傻子，那现在就是一个被赋予了灵魂的大厨，整个人都在发光。大家快过来尝尝，胖叔炒的菜真的好好吃哦。张二婶子拿过筷子尝了一口，果真好吃。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，你以前该不会就是个大厨吧？大厨是什么？就是特别会做菜的人。胖叔，我们家要办喜宴，原本是定好了赵德海当厨子的，但赵德海不小心受伤了，没人帮忙做菜。你做菜这么的好吃，能不能请你救个急，做2天的喜宴大厨？我们张家不会让你白忙活的，我们给你60个铜板好不好？村里的男人去镇上做苦力，1天挣20个铜板。虽不知道镇上的厨子是什么价钱，但给胖叔60个铜板也不少了。好可怕，好多人。胖叔，大家不是要欺负你，他们是觉得你做的菜太好吃了，所以想请你帮忙当2天的大厨。大厨做菜好好玩。那你愿意当大厨吗？愿意。转眼就到了县试这天，沈博、沈学、沈多3个人要出发去县城。兰花村交通不好，做什么都不方便，出行全靠走。去一趟县城就算是出远门了。这可不行，这次是送阿伯他们去考场，又不是去玩，带暖暖1人就行了，再带上你们2个，那可照顾不过来。你们若至于要去，那暖暖也不用去了。九哥，你要上学，不能当逃学狗。逃学狗？小丫头哪里学来的新鲜词啊？胖叔，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，要在家里休息。要是因为九哥和胖叔害我不能跟着爹和二叔去县城的话，我就不跟你们好了。我的脾气可是很大的，而且还是混不好的那种。好吧，我不跟着去了，我乖乖去上学。暖暖不气，我不当跟屁虫了，
我在家，在家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祝你们考试顺利，不要有心理压力，尽力就好了。我在家里等着你们。沈博三人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笑了笑，冲着他摆摆手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娘，那个丫头长得真好看，我喜欢她，我要让她给我当丫鬟，你把她买下来好不好？这什么人呢？这张嘴就要买别人家的孩子？嘘，小声点儿。他是万家酒楼的小东家。万家酒楼，县城第一酒楼。沈暖立刻伸长了耳朵。这万小少爷是万老爷的老来子，是个无法无天的小祖宗。他的大姐是县令最得宠的小妾，对他也是宠得不得了。上次万小少爷看中了一只斗鸡，就让护卫去抢了。这次看中一个女娃，该不会是要强卖吧？看什么看？我儿子想要你们手上的娃娃。他还未说完，沈东和沈南就抱着沈暖转身跑了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人多势众还有身份，再生气他们也不能冲动，怒气先憋着又憋不死人。万夫人无语，跑什么跑啊，老娘的话还没有说完呢，又不是真的要强买你们家的小女娃。给我追，把我的丫鬟抓回来。人还没买着就喊丫鬟了，嚣张到没边了。追什么追？给我回来！大庭广众之下去抢别人家的娃娃，万家的脸不要了吗？真是晦气，出门没看黄历，遇上脑子有病的。想把暖暖买去做丫鬟，那死小子哪来那么大脸呢？啊！沈东和沈南都气得不行，没想到第一次带暖暖来县城，会遇上万家这个不讲道理的强盗土霸王。爹，二叔，万家很厉害吗？厉害什么？他们只敢在我们这个小县城称霸王而已。万家是平安县的第一首富，万老爷是个大善人，已有50几岁，因为是老来得子，万宝才被家里给宠坏了。沈暖了解了，万宝才就是个被惯坏的熊孩子。万少爷，我没说错吧？她就是你要找的小丫头。万宝才身边站着2个献媚的汉子，沈暖3人在集市上买东西时被这2人给看到了，他们就去找万宝才告密，把人带到这里。嘿嘿，小丫头，你可真让本少爷好找，你跑呀跑呀！县城里到处都是本少爷的人，你是跑不出本少爷掌心的。万小少爷，我是不会把女儿卖给你的，我的女儿绝对不会为奴，还请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我的女儿。哼，不知好歹的东西！我家少爷能看上你家女儿，那是你女儿的福气。你胆敢不卖，信不信我家少爷打断你的腿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？呵呵，你确定不是你狗仗人势，想打断我们的腿，故意作恶，把恶名扣在你们家少爷的头上，好让你们家少爷回家被万老爷家法伺候？下人气得瞪大眼，我爹说的没错，你就是故意在败坏你们家少爷的名声，害他回家被爹打。万老爷是个大善人，万小少爷是大善人的儿子，那就是小善人，他才不会做坏事呢。小哥哥，你不会打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一声小哥哥喊得软软嫩嫩，听得万宝才心里酥酥软软的。小丫头长得好看不说，声音还这么好听。本少爷从未说过要打人，你瞎嚷嚷什么？呢？你听到了没？小哥哥不打人，我们都不认识你，你却张口闭口要打断我们的腿，只有恶霸才会做这种不讲理的事情，你是大恶霸。虾仁气了个仰倒，想不通一个3岁的小屁孩怎么会这么能说。小哥哥，你以前是不是经常被你爹打？是的，是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爹还骂我，说我是个败家子儿。但是我娘还有姨娘们、姐姐们、下人们都说我没错，我可是万家的小少爷，所有人都该宠着我，听我的。我要什么就得给我什么。我爹打我，那是我爹的不对，他就是年纪大了，脑袋不正常，看我不顺眼罢了。都是被他害的，他是一个恶奴，他故意败坏你的名声，怂恿你做坏事，害你被你爹打。你好好想想，你每次被你爹打之前，是不是这个恶奴陪你在外面做了让你爹不高兴的事情？万宝才果然认真回忆了起来。下人见此急了，指着沈暖破口大骂：你个死丫头片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他还未骂完，就被万宝才踩了一脚。谁给你的胆子骂小丫头的？他是本少爷的人，本少爷都舍不得凶他，你胆敢骂他？你找死啊！你这个恶奴！来人，给本少爷堵住他的嘴，把人绑了。护卫们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只是碍于他是万小少爷身边的红人，所以一直隐忍着。万宝才教训完恶奴，心底正舒爽，
看到沈暖朝着自己过来，就更开心了。小丫头，我仔细回想了下，你说的没错，就是这个恶奴害的我。还好啊，你点醒了我，要不然我又要被我爹打了。是小哥哥你自己机灵，识破了这个恶奴的本性，你真了不起。那是，我可是很厉害的。哎，小丫头，你也很厉害呀，你跟我回家当我的丫鬟吧，我可以给你爹娘他们很多很多的银子。不是，说着说着，你小子怎么又想买我当丫鬟了？不是应该觉得我可爱聪明，和我做朋友吗？什么脑回路？小哥哥，你为什么想买我当丫鬟？因为我想让你当我的玩伴，成为我的丫鬟后，你就能当我的玩伴了，天天和我玩。可玩伴不是丫鬟呀？不是吗？我每次需要人陪玩的时候，我娘都会让春熙姐姐带人给我挑选。春熙姐姐是我娘身边的大丫鬟，她会用银子把人买下来。那些人的爹娘得到银子以后，会很高兴很高兴的。那是卖儿卖女，正经人家是不会这么做的。我们家可不会卖孩子。你家春熙姐姐带来的人，应该都是从衙市救来的，有衙子从中撮合，双方自愿，是合法的买卖，和当街强买是不一样的。小少爷，他说的没错，春熙姑娘带来的人和他们不一样。您今天要是强买了这个小丫头，回去是会挨老爷打骂的。这还有区别吗？为什么大福都不跟本少爷说这个，还说本少爷身份不一般，在县城里想干什么都行，我爹再生气也不会把我怎么着的。你是故意的是不是？你个恶奴，竟敢把本少爷当傻子，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。打完之后，他就看向沈暖问，所以说只要你愿意，你的家人愿意，我就能买你当丫鬟吗？我们不愿意，暖暖是我们家的宝贝，穷死都不卖。我也不会给人当丫鬟。为什么呀？当我的丫鬟可好了，我会给你吃好的，穿好的，玩好的，有我罩着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可我是家里的宝贝疙瘩，有爷爷奶奶宠着，有爹娘叔叔婶婶们护着，有8个哥哥陪我玩，他们会给我买好吃的好玩的。我在村里还有很多很好的小伙伴，村里的大爷大娘3姑6婆都疼着我，这不比给你当丫鬟过得好吗？还没有人限制我的自由，使唤我做这做那的。万宝才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能说会道的小娃，他好半天才回过神来。啊，对，你说的对，我们成为朋友就能一起玩了。那我们现在马上成为朋友好不好啊？好啊，朋友，我叫沈暖，3岁，你可以叫我暖暖。我叫万宝才，6岁，你可以叫我宝才哥哥。宝才哥哥。哎，沈暖陪着他一起开心的笑。小孩子果然还是要用小孩子的方式来沟通，友谊来得又快又美好。他与万宝才挥手再见，回到沈东和沈南的身边，拉住2人的手，在护卫们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的走了。护卫们迟迟的回不过神来，这个小丫头这么快就把他们的少爷搞定了。万宝才第2天还是来了。你们找暖暖做什么？我们家小少爷是暖暖姑娘的朋友。乡亲们更疑惑了，他们可没听暖暖说过他有这等朋友。万宝才对沈暖脾气好，对旁人可不好。问个路慢慢吞吞的，搞什么鬼？你赶紧告诉本少爷，沈暖家在哪儿？这种语气和态度，怎么可能会是暖暖的朋友？怕不是嫉妒暖暖聪明可爱来找麻烦的？不知道，自己去找。说着，对一个小伙子使了眼色，小伙子立马悄悄转身，朝着沈家跑去。不好了，村里来了一个有钱的臭小子，要找暖暖的麻烦，骗我们说他是暖暖的朋友，人却凶得要命，肥头大耳的，还带了2个满脸杀气的护卫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哎呀，东叔，你赶紧把暖暖藏起来吧。万宝才少爷脾气太大，丝毫没有把兰花村的这些穷苦村民放在眼里，说话特别冲，张嘴就是一顿辱骂，以为这些贱民见到他这个有钱人家的少爷会畏惧，小心翼翼地把他供起来。小胖子，出门在外讲话要有礼貌，问路要有问路的态度，我们可不是你家的下人，你没资格在这肆意辱骂。2个护卫的脸色瞬间变了。沈暖和家人们带着小虎赶来的时候，远远的就看到万宝才已经被赵德海等人给收拾了。2个护卫被打趴在地，鼻青脸肿的身上全是灰，爬都爬不起来。你们这些混蛋，我可是万家小少爷，你们竟敢如此欺辱我，
等我回去，我一定告诉我爹，让我爹把你们全部抓入大牢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万家小少爷是何等人物，岂会来我们这等小山村？你小子定是个冒牌货！还想抓我们进大牢？你小子带着2个凶狠的护卫来找我们村小娃的麻烦，二话不说就让护卫动手打我们。我们还手那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你才是作恶是那人，该进大牢的应该是你。冒充万家小少爷带人进村作恶，你这小胖子罪名大得很呐！我不是冒牌货，我也不是来找暖暖麻烦的，我是来找暖暖玩的，我们是朋友啊！你们欺负我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沈暖眼角一抽，啥情况啊？怎么就打起来了？万宝才这个熊孩子是做了什么惹众怒的事了？沈东扶额，哎，这臭小子一进村就惹事儿，没个消停的。那小胖子就是万家小少爷？对对对，一个老爱欺负人的混小子。哼，情况不太妙，这小子身份特殊，可不能在这里出事，否则会给村里带来大麻烦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误会了。小胖子不是来找暖暖麻烦的，他真的是暖暖的朋友，是昨天在县城认识的。他真的是万家小少爷万宝才。此言一出，乡亲们集体安静，只余下万宝才撕心裂肺的哭声。赵德海咧嘴笑着：“哎呀，宝才小少爷，我们刚才是和你开玩笑的，我们知道你要来，所以特意为您准备了这个很有刺激性、很难忘的惊喜，很意外吧？”万宝才他吓得都不敢哭了。咱们兰花村难得来一个像你这般尊贵无比的贵客，自然是要用最特殊的方式来招待。宝才小少爷可别见怪啊，咱们这里穷乡僻壤的，就只有这点礼节了。万宝才整个人都懵了，其他乡亲们也一个一个上前，将提前准备好的惊喜礼物送出去，并告诉万宝才，以后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惊喜。万宝才整个人都迷幻了，沈暖一家人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趴在地上的2个护卫心中叫苦不迭。对不住，宝才哥哥，刚才吓着你了，乡亲们都不是故意的，他们都是在替我表示欢迎，用我们村的迎客方式给你一个惊喜，没想到会吓着你了，以后他们再也不会了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万宝才总算是回神过来了，他抬起下巴，一脸傲然的声音带着鼻音的道：“本少爷心胸宽广，当然不会生气了。这种欢迎方式，本少爷可以接受，但以后下不为例了。还有，刚才本少爷没有哭，我是在配合你们而已。”宝才少爷勇敢无敌，当然不会被我们的迎客惊喜吓到啊！宝才少爷聪明无敌，早就猜到了我们的意图，所以才全力配合。宝才少爷演技无敌，演得无比真实，我们都被震撼到了。看到沈家的石头泥土房，万宝才瞪大了眼睛：“暖暖，你就住这个地方？这破房子还没有他家的柴房好。农家就是这样子的，你如果嫌弃的话，可以不认我这个朋友。”我才不会嫌弃呢，我只是觉得你们家真不容易。因为万宝才的关系，沈家4个房的大人们都没有出门干活。我见你们手里拿着农具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地里干活，很好玩的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我家小少爷金贵之躯，能来这儿就不错了，怎能和你们去地里干活呀？我们家小少爷是来找暖暖姑娘玩的，不是来干农活的。可是我也要去地里呀，我天天都去的，地里可好玩了。可以采草，可以捉蟋蟀，可以看蚂蚁搬粮食，可以抠麻雀，还可以挖野菜，种许许多多的农作物。听起来真有意思，我也要一起去。沈老头笑着眯起老眼：“那就一起去吧，但不准喊累或者半途而废啊！”宝才少爷肯定不会的，他这般的勇猛，这般的聪明，比我们这些农家小子厉害多了。小小农活岂会难倒他堂堂万家小少爷呢？那是当然，我可是堂堂万家小少爷，没有什么事能够难得倒我的，不就是干农活吗？现在就走。他指着沈峰命令：“一会儿你带我去抠麻雀。”宝才哥哥，你是几月的生辰？8月26。怎么了？哼，我9哥是腊月初2的生辰，也是6岁，比你大。你该称呼他一声哥，朋友应该互相尊重对方的家人，你不能像使唤下人一样使唤我的家人。暖暖，你说的对，我应该尊重你的家人。2个护卫很惊讶，小少爷改变得真快，
怎么就这么愿意听沈暖这个小农女的话呢？到了荒地，看到沈暖种植的东西，万宝才满脸兴奋地从护卫的背上下来，刚站稳，沈老头就跳着粪水从他的身边而过，一股恶臭袭来。万宝才脸色一变，哇，吐了个稀里哗啦。你们挑粪能不能走远一点啊？我们家少爷受不了这味儿，真臭死了。我家的地就在这里，我们走远到哪里去？这些粪水虽然臭不可闻，但却是种菜的好东西。两位兄弟，你们若是受不了，那就走远一点，别打扰我们干活，免得弄你们一身粪水臭烘烘的。宝才哥哥，你是不是闻不得臭味儿？这些味儿，我和哥哥们从小闻到大，都已经习惯了。大粪虽然臭，可是种出来的菜却一点也不臭哦。宝才哥哥，你先在树下休息，我就不陪你了。我还得和哥哥们一起干活，不好好干活是没有饭吃的。你不是说你的家人都很疼你，会把最好的留给你吗？那为什么还要你干活？我的家人是很疼我，不会强迫我干活，但是我也会心疼我的家人啊。他们为了给我好的生活努力干活，我也想让他们过得好好的，不用那么辛苦，所以就自愿帮着一起干活了。晌午一到，大家伙收活回家。回到沈家，坐到庭院里硬邦邦的老旧木椅子上晒着暖阳，万宝才感觉整个人都得到了释放。宝才哥哥，胖叔做好菜了，可以吃饭了。看到桌上，见5道菜里竟然只有炸肉丸是肉菜，其余的都是素菜。看到这些菜，顿时没了胃口。最后，万宝才还是没忍住饥饿，坐下来吃饭了。哎，真好吃，比他家酒楼里的大厨做的菜还好吃。太好吃了！暖暖，你家的饭菜真好吃，我头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。当然好吃了，我胖叔可是兰花村最厉害的厨子，村里办宴席都会找胖叔当大厨，任何食材到了他的手里都能变成神仙美味。申时3刻一过，万宝才离了沈家，沈东依旧在琢磨着盖房的事情，为银子发愁，还是想要进深山。几个小家伙怎么又跟着胖叔忙活了？暖暖说，哥哥们考试辛苦，他要亲手做好吃的，给哥哥们补身子。我闺女懂事啊，看到没有，这就是你们的好妹妹，随时随地都在想着你们。这么好的妹妹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她，不可以欺负她。不用爹你说，我也会的。爹你就放心吧，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，我都会保护妹妹的。沈东这才满意了。儿子们现在虽然宠着暖暖，可以后他们是要娶妻的，有了各自的家庭之后，人就会发生改变，所以他得时刻给儿子们洗脑，让他们记住妹妹的好。大哥、二哥，这次的考试你们有把握吗？还行，有7成把握。我没把握，我都是瞎写的。妹妹，二哥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二哥已经很努力了，考不上就考不上吧，又不会怎么样。反正你又不喜欢读书，你最喜欢的是木活啊。二哥对木活情有独钟，在这方面也很有天赋，只是没有良师指导。别说了，说这次考试之后，二哥落榜不想读书了，就给你找个木匠师傅，让你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爹和我说过这个事，但是木匠师傅不是那么好找的，就算找到了，人家也不一定收下我。二哥不用担心，咱只要努力，就一定会找到好师傅，学到好本事的。第二天天还未亮，沈东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。他起身来到灶房一看，竟看到沈风、沈暖和胖叔在灶房忙活，做了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饼。你们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这做的是什么？爹，你起了，你快看，这是我和9哥同胖叔一起做的千层葱抓饼，是胖叔前2天刚想起来的独家秘方。我们刚刚尝了一个，可好吃了，你尝尝。光是闻着香味儿，沈东就觉得此饼很美味了。他2、3下就将一个千层葱抓饼吃完。不够啊，这么小的饼，我一口气可以吃3个。胖叔，下次可以把饼做大一点。爹，不行哦，这个大小刚好合适，再大就不好卖了。闺女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暖暖说我的饼很好吃，可以拿去卖银子，然后买好吃的好玩的，买新衣服，盖大房子。卖饼？我可不是做生意的料啊。爹，你刚刚吃的是5花肉味的，这里有卤肉味道的、肉饼味道的，还有土豆丝味道的、梅菜肉味的。手抓饼的吃法可多了，这么稀奇又好吃的东西拿出去卖肯定会很受欢迎的。爹，你还记得前几天在县城吃的面条吗？那么难吃的面条都能拿出来卖，我们做的饼为什么不能卖？
你没有试过，怎么知道你不行？做人要自信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卖手抓饼，我要赚银子，赚很多很多很多的银子。我要把我吃过的美味分享出去，让所有人品尝。闺女，你的想法是好的，但是这个手抓饼是胖叔的独家秘法，咱们不能占为己有。而且我也不会做饼，总不能让你胖叔一个人做吧？不会可以学呀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我看胖叔做了1次就会了，9个也会了。爹，你这么大个人，肯定也能学会的。然后再让爷爷奶奶、娘、大哥、二哥他们都学会，就不用胖叔一个人劳累了。至于秘方，那就更简单了。胖叔也需要银子，咱们赚的钱分一些给他不就行了吗？这叫什么？我想想，以秘方入股分成。对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9哥真厉害，不愧是我们家读书最有天赋的。神风笑笑不说话。嘿，这不都是你教的吗？你继续演，我配合。爹，你就试试嘛，卖饼肯定很好玩的啊，不对，是肯定很赚钱的。你要是不答应，那我也不让你进深山了。你偷听我和你娘说话了？我也不想偷听的，奈何我的耳力好，你们说话大声，我想听不见都难。你个小丫头，鬼精鬼精的，一点都不像个3岁的小娃娃，小嘴不仅会说，脑子里的鬼点子也贼多。爹若是不答应，那我就进山找馒头，让他带我去找宝贝。闭嘴，不许威胁我！你敢进山试试，我打你小屁屁！行了，你们都别说了，等你们的爷爷奶奶还有娘醒来，我和他们商量商量，若是可行，那就准备准备，明日去镇上试试。不就是做生意吗？有啥好怕的？大不了他把沈多带上，这小子是个做生意的料，每次和大人出去卖野味卖菜，都能和别人谈个好价钱。卖饼总比进深山的好。你们只管出去卖饼，孩子由我和老头子照顾。刚开始先在镇上卖，别做太多，试卖几日，若觉得还行，再把量提上去。沈东觉得，既然决定了卖饼，那就得趁热打铁做准备啊。沈家搭房的人都不去地里了，全留在家里忙活。沈东一行人去了集市上，选在集市进口处的槐树旁摆摊。沈东一行人全然不管其他，只专心把小摊摆好。食材都放在板桌上之后，沈东和卫士就坐在小木凳上等着客人上门。爹娘，你们这个样子能做成生意吗？咱们桌子上放的都是半成品，客人不知道我们要卖的是什么，怎么会来买呀？我以前在集市上卖野味的时候都是这样卖的呀。所以大伯，你每次来卖野味都会耽搁老半天。我们得把饼做出来，让客人知道我们卖的是什么，不能等客人来了再做。咱们又不是在集市上做了多年生意的老手。三哥的饼煎得真好，闻着真香。三哥，第一个葱抓饼给我好不好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哎，那边卖什么呢？哎呦，那个小女孩真好看。那小男孩看着也俊呐。咦，好香的味道，过去瞧瞧。小姑娘吃的是什么？我女儿吃的是千层葱抓饼，乃是我们家的独门秘方。此饼千层百叠，层如薄纸，外层酥脆，内层柔软，可搭配五花肉、卤肉、梅菜肉、肉饼、土豆丝、生菜、鸡蛋、辣酱、甜酱等食材。两位姑娘要不要买一个尝尝？此饼的吃法倒是少见，怎么卖的？饼加鸡蛋和生菜乃5铜板一个，若需加另外的食材，则需另外加钱。五花肉和卤肉加2个铜板，梅菜肉和肉饼则需加3个铜板，土豆丝则需加1个铜板，辣酱、甜酱、生菜无需加钱。这也太贵了，大肉包子才2文钱一个呢。我家的葱抓饼都是精细的面粉，每一个饼都用料很足。你们也看到了，我女儿手里的饼包裹的肉很大片，肉很贵呢，成本摆在这里已经是良心价了。我买一个饼，加肉饼要辣酱。我也要一个，加卤肉要甜酱。好嘞，两位客人稍等片刻，这就为你们做饼。没一会儿，煎饼的香味扩散，少见的做饼方法引起了不少路人的注意。香，真香。那2位姑娘吃完手里的葱抓饼，意犹未尽，还想再买一个，可回来之后竟然看到卖葱抓饼的摊位前排了一条长龙。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？哎，春熙姐姐，你看，那是之前站在我们后面的那2个人，他们不是已经买饼了吗？怎么又去排队了？大概是因为葱抓饼太好吃了，这么多人，得排到什么时候啊？
早知道刚才就多买2个了。那我们还买吗？买，走，去排队。半天不到，饼就卖完了，这生意可真好做啊，比打猎轻松多了。到家的时候还不到酉时，也就是下午5点。暖暖不难过啊，做生意就这样，咱们慢慢来啊，以后会好的啊。娘，160个葱抓饼全卖完了，单饼卖了34个，卤肉饼26个，梅子肉饼18个，土豆丝饼32个，肉饼21个，五花肉饼29个，有2个五花肉饼是送给客人的，没收钱，共卖了1两纹银，45个铜板。买明天的食材用去了460个铜板，还剩下585个铜板。你老点一点，看看儿子有没有算错。走走走，进屋，把门关上，咱们把铜板数数。将袋子里的铜板倒出来数完，二老笑开了花。我卖1个月的菜都卖不到这么多钱呢。哎呦，我的暖暖哦，你真是能干啊！还有我家3郎、9郎、胖叔也都棒极了。还有我，娘，你还没夸我呢。胖叔，这是你的分成，你好好的拿着，不要给孩子们，自己存起来，想用的时候拿出来用。胖叔直呼不要，要把分成给沈暖。沈老头道：不行，你的是你的，不能给暖暖。我们知道你疼暖暖，但是一码事归一码事，这钱的事情不能混为一谈，你收起来吧。你们也都看到了，卖饼的确是个赚钱的营生。你们几家是怎么想的？是现在就开始跟着你们的大哥大嫂一起做这门生意，还是再等等？你们若是也跟着卖饼，那也得分给胖叔2成，然后各家分开卖，互不干扰，赚的银钱自己放。我再等等，暂时不跟着大哥大嫂做这门生意了。阿轩要上学，相公最近要去私塾代课，我1要顾家，2要种地，实在是忙不过来呀。我想等相公回来，与他商量商量，再做决定。娘，做吧做吧，我和4郎能行。你和爹要是没有时间，那就由我们兄弟俩去卖饼，4郎做饼，我负责卖饼。对，我和3哥能行。娘，葱抓饼做着很简单，这个生意百赚不亏。闭嘴！我又没说不做，你们瞎激动什么？娘，昨晚我就已经和相公商量好了，这卖饼的生意我们也要做，容我们2房明天做个准备，后天就跟着大哥一起干。那就这么说好了，你们2房后天也去卖饼。老3家的等老3干活回来，好好与他商量商量。若也想干，那就抓紧点儿，别浪费时间。今天聚在一起，得把话说明白了。打今儿开始，你们卖饼赚的钱都不用说出来，我和你们的爹也不会过问。你们自己的家自己顾好，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咱们沈家团结在一起，不起内讧，定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。明日你和暖暖、9郎、胖叔就不用去了，让大郎和2郎同我一起去就行了。反正这2天他们也不用去书院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卖饼还挺好玩的，正想一展身手呢。因为卖饼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人在偷看你，那2人似乎不怀好意。沈东没有隐瞒的道，魏氏皱眉，有人偷看他，难不成又是登徒子？他因为长相极为美丽，一点都不像乡下妇人，尽管穿着乡下人的粗布衣裳，但每次出门还是会引起注目。原来爹爹也看到了吗？我也看到了，这2个长得挺好看的姨。原来暖暖也看到了，我女儿眼力真好。我的眼力是最好的。他们为什么偷看娘亲？是因为娘亲长得好看吗？对，他们就是瞧着你娘好看，所以多看了几眼。但是我觉得他们看的那2眼有点不同寻常，避免他们因为你娘的美貌而起坏心眼儿，所以不能再让他们看到你娘，也不能让他们看到你，因为你长得和你娘一样好看，年纪小，更容易成为坏人的目标。要知道，外面的派花子可是很多的，而且心狠手辣。你们总算来了，我都等了1刻钟了，还以为你们家今天不来了呢。我今天要4个葱抓饼，卤肉、五花肉、肉饼、梅菜肉，4种味道各来1个。昨日买回去给我的妻儿老母尝了，他们喜欢的不得了，还怪我买少了呢。今儿个我得多买几个呀！啊，
不到半个时辰，沈东三人就卖掉了20多个葱抓饼，而客人却丝毫不见减少，依旧排成长龙。哎呀，来晚了，又得排好久的队了。排到春喜的时候，已经是1个时辰之后。姑娘，又来买饼了吗？这次要几个？你们家生意真好，我排队排的脚都疼了。给我每种口味的饼都来2个。昨日我把你们家的饼拿给我家小姐品尝，她很是喜欢，让我今天必须多买一些。多谢你家小姐的喜欢，这就给你把饼做出来。明天还来卖饼吗？来的，就在这个位置。那就好，明天我早点过来。你们家的饼很好吃，都吃不腻。今天准备了200个饼胚，煎饼需要时间，沈东三人不停歇的忙碌，到了申时才卖完。收摊的时候，沈东抬眼看到街道对面有一男一女朝着这边走来，那女子正是昨天偷瞧卫士的其中一人。2位客官是要买饼吗？想吃什么口味的？老板，我们不买饼，是来寻人的。昨日同你一起卖饼的那位妇人，今日为何没有来？你说的是我娘子吗？哦，她今天不舒服，在家休息。你找她有事吗？也没什么事，只是想找她确认一下，看她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。他身旁的男人从怀里掏出了一张陈旧的画像，在沈东几人眼前打开。那画像上的人和卫士很像，只是比卫士要年轻许多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怎么会有我娘的画像？不对，这画上之人虽然很像我娘，可气质却不一样。我们都是从外地来寻人的，画中之人是我的姐姐，她已经失踪16年，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寻她。你娘与我姐姐长得如此相像，她有可能就是我的姐姐。你们找错人了，我娘子不可能是你的姐姐，她的家人都已经死在了洪水中。父母兄弟去世后，她来福州府寻亲戚相助，被无良亲戚贱卖。我见她可怜，将这买下，后来变成了我的妻子。我娘对自己的身世很清楚，她没有妹妹，只有2个哥哥，所以你们不可能是我娘的亲人。老板，敢问你娘子叫什么名字？魏娇。魏娇，那位并不叫这个名字，魏这个姓也很陌生。沈东把卫士叫进房间，将画像的事儿给他说了。他们还是找来了。我昨天就不应该和你们一起去卖饼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别瞎想，有我呢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我害怕给你们带来麻烦，现在的我对付不了他们。二哥，昨天那2个姨姨今天有没有出现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回来的时候，爹让他和大哥保密，所以他不能告诉妹妹。小孩子家家的，知道太多不好。二哥，那2个人来饼摊了是不是？你别骗我，你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你。你个小不点儿，能不能别这么聪明？哎呀，行，我告诉你，但是你不能说出去啊。你说的人，他们的确来了，不过不是2个女的，是一男一女，他们拿着一张画像。这一晚，沈家大房全部沉浸在赚钱的喜悦中。至晚，沈家2房连夜忙碌，将卖饼需要的所有东西全部准备好。你是说卖葱抓饼的沈家吗？他们家呀住在村东尾，那就是那边。哎呀，暖暖和胖叔过来了啊！大兄弟，你快看，你说的沈家呀，就是这个小女娃的家。卖葱抓饼的那3个人是他爹和哥哥。飘货郎抬眼看到了沈暖，他愣了一下，很惊讶这样的小村子里竟然会有这么可爱的孩子。暖暖，这位挑货郎叔叔是镇上来的，说是在集市上吃过你爹和哥哥做的葱抓饼，很是喜欢，路过兰花村呐，就进来瞧一眼。原来就是你家卖的葱抓饼的呀。小姑娘，你家可还有葱抓饼，方便卖我几个吗？对不起叔叔，葱抓饼都被爹爹和哥哥拿去镇上卖了，家里没有剩余的。哦，真让人遗憾。现在天色尚早，你爹他们应该还未卖完，我正好要去镇上，现在过去应该能赶得上卖饼。看着他走远的背影，沈暖微微眯了眯眼。夜静悄悄的，沈暖沉睡在沈老太的怀中。忽然他似有所觉地睁开了眼睛，他刚站稳，就有一道身影从屋顶跳下，将他打晕。你带着他做什么？这小丫头突然翻窗出来，吓了我一跳，还看到了我，不把人带走，打草惊蛇了怎么办？再者，她是那人的女儿，把人控制在我们手里有大用，我们可以用她把那人引出来。沈暖的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根电击棍，他将手中的电击棍打在女人的腹部上，滋滋滋，女人被电得浑身抖啊抖的，头发一根一根竖起，晕了。别挣扎了，我帮人的手法很厉害的，
你们越是挣扎，身子上的绳子就绑得越紧。大叔大婶，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们，你们若能老实回答，我就饶你们一命；若是不老实，我就剖开你们的肚子，把你们的内脏取出来，再把你们分尸，丢到山里去喂狼。这是什么恐怖的小鬼娃？我的话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就点头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们把我绑来，想要用我威胁我娘亲，还敢问我是谁？胆子不小，脑水挺大的。我不相信你真的是个小孩，若真是小孩，怎会有这么能力将我们制服？你们打不过我，就说我不是小孩。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无耻的大人？你自己弱的连个孩子都打不过，还好意思找借口？闭上嘴，少说2句吧，免得让人笑掉大牙。你什么你？再敢多说1句废话，我割了你的舌头！现在将你们的名字、身份和来历如实交代。我叫马成功，是云州府人士，44岁，来此寻找我亲弟弟。他还未说完，沈暖就沉下脸，一匕首挥了过去，割断了男人的一缕头发。我说过，不要给我歪心眼，本姑奶奶没有那个闲工夫。不说实话，那你就去死。不对，我要把你的心脏挖出来，让你亲眼看到它停止跳动。心脏被挖出来，他就死了，哪还能看到？我自有办法，在取出他的心脏之后，让他不会马上死去。心脏跳动的样子可好看了，味道也很不错哟。我取出来，给你尝尝。住手！我说，我们是天玄国人，来此是为了钱太女。继续说。他的确叫马成功，我叫白小慧，我们2个人是夫妻，是来月华国游玩的，意外看到了你娘，发现她和传言中已死的钱太女长得极为相似，就想查个清楚。那日偷看我娘的除了你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不要再试着挑战我的耐心。白小慧一惊，心一横，便把什么都说了。他们的确是天玄国人，却不是夫妻，也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天玄国皇夫安插在华月国的密探。与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做张英的女人，他们的目的不是卫士，来青石镇只是为了跟踪2个从京城来的大人物，是意外的发现了卫士，才会动心思想要查个清楚。若卫士真的是钱太女，便将其带回天玄国，将钱太女的所有事情详细说来。钱太女天生柔弱，不能习武，但因为聪明过人，又是女皇与皇夫生的嫡长女，所以3岁时就被封为太女，是女皇最疼爱的女儿。16年前，钱太女莫名失踪，女皇派人苦寻4年，在一处山崖底下找到了钱太女的尸体。当时那具尸体早已腐烂，分辨不出模样。众人从尸体所穿的衣服和配饰确定了身份。天玄国的现任太女是谁？形势如何？钱太女身死之后，天玄国就没有了太女，只有太子。太子是女皇的第2子，乃4妃之一的成妃所生。你想知道的我都说了，你可不可以给马大哥处理一下伤口？我为什么要给他处理伤口？他死不死与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告诉了我这么多秘密，你们的主子能放过你们吗？你们还能活着吗？这么容易就背叛了你们的主子，你们也不是很忠心吗？你不过是一个小孩子，能对我们的主子造成什么阻碍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你们的体内有毒，是你们的主子给你们下的毒吗？马成功2人眼神又是一变，沈暖笑了。我居然猜对了，这么说来，你们不是自愿为你们的主子办事的，是不得已而为之。馒头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啊呜一声，白狼虚弱地叫了一声，他肚子好疼。方才陈三水掉在了他的软肚子上，陈三水没事儿，他的肚子却疼得厉害。暖暖，别碰，那是狼，会咬人的。沈大娘，赶紧把你家暖暖抱开呀，被咬了不得了的。陈伯伯，这条狼我认识，它叫馒头，它不会伤害我的，它是为了救三水受伤了，我要救它，请你们不要阻止我。乡亲们，这条白狼是九郎的朋友，还记得3年前曹陈氏将我家暖暖偷进深山里的事儿吗？当时要伤曹陈氏的就是这条狼，它是一条好狼，懂得区分好人和坏人，和别的狼是不一样的，你们不用如此害怕。三水，方才你意外掉下来，是馒头救了你，为了救你，他受伤了。乡亲们，
一条会救人的狼是不会随便伤害人的。我现在恳求你们帮个忙，帮我把它抬到我家里去养伤。这条狼，我们沈家决定养了。沈大娘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养狼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虽然白狼救了三水，是我们亲眼所见的，但是什么但是？陈三水的爹站了出来，对着白狼鞠了一躬。谢谢你救了我儿子，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了。他回头对在场的人道：馒头救了我家三水，对我们陈家有大恩，我陈亮不是忘恩负义之人。馒头，我们家糊定了。白狼被抬到了沈家。馒头，你别死啊，我还要和你玩的。白狼嗷呜了一声，表示你才死了呢，我不死也不和你玩，你傻不拉几的，长得也不好看。别挡着我看馒头。小少爷，我们是怕这狼伤着你。一边去！你们伤我，他都不会伤我。暖暖护着的小狼是最善良的，你们有这闲工夫在这里瞎操心，还不如赶紧帮着胖叔做烤鸭去。本少爷告诉你们几个，烤鸭是你们让做的，要是本少爷今天吃不上胖叔做的烤鸭，我拿你们试问。四个护卫表示，小少爷又开始不讲理了，你可真会装。白狼虚弱的嗷呜，为了留下来你真是拼了，不过还是得谢谢你救了陈三水那个臭小子，也恭喜如愿留了下来，以后不会有人赶你走啦，你可以在村里自由的玩耍，等九哥回来看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。